云中郡的规矩，何时轮到动用私刑？这明显楚将军死的冤枉啊！我等实在是无法出这口恶气啊！将军受刑！若不是他害死了楚将军，怎会甘愿受罚？你们谁亲眼看到他杀人了？谢燕来，当着云中郡的百姓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可曾真的想过害我阿爹？殿下，万万不可轻信于他呀！他是谢家人呐！他16岁入我父亲帐下，谢燕来先是楚家军，然后才是谢家人。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父亲究竟因何而死吗？那今日便说个明白。军医，将军所中之毒，名唤千机燃血饮，乃是数种毒物炼制而成。此毒短时间内使人血脉流速提升，肌骨爆发力激增，甚至可让濒死之人回光返照。3年前，界河大战，将军身中毒箭，军医束手无策。我亲眼看着将军吐血不止，是阿九的丹药，生生把将军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我们原以为此药乃是救命稻草，可是谁能想到，竟是饮鸩止渴。但那日若是没有此药，将军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。天书14年，阿九初入边郡，巡逻时发现朔漠探子混入边境，彼时还是个16岁的少年，拼死打退了朔漠探子，自己也身中数刀，离心脉只有半寸。天书15年，朔漠军突袭边境村庄，将军率兵抵抗，阿九用肩膀帮将军挡了一枪，也护住了全村百姓。天书16年，朔漠来犯，他随将军死守界河，在朔漠人的箭雨之中身中2箭，砍断吊桥，才没有让朔漠人渡过界河，也使大楚百姓免遭苦难。还有之前望城之战，他深入敌营，破坏粮草和水源，差点死在敌军之中。这样一个人，真的会害了自己的将军吗？阿九身上这些刀剑，都是为了护着你们爱的。你们现在要杀他，得先问问，对不对得起他身上这些伤？难道我们要因为一句流言，就杀害这个救过将军、救过云中，也救过大楚的恩人吗？当年，福九为救我们这些俘虏，闯入朔漠军营被发现，还替我们按下了朔漠狗的刑烙。当年在界河，我还差点葬身在朔漠的铁骑下，福九把我救了回来。我看到他舍命去救将军，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会害将军。这孩子身上这么多的伤，把朔漠军交手不了，他是九死一生啊！他们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
报，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3处城门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？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精军啊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，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几率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北。对，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的正好。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婶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。将士们备了薄酒，赏你好歹是喝一杯清酒以后再走吧。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们要赶往云中郡，耽搁不得。殿下，哎，丫头着急回家，你拦着做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诸位的好意，我都心领了。殿下，再去路上吃。乡亲们，大军开拔，切莫挡住道路，耽误行程。好意心领了。大人，太傅到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谢大人深夜仍在操劳，实乃朝廷栋梁啊。太傅深夜到访，不会只为了夸我几句吧？本官是来贺喜的。谢大人，望城一役可
所谓大捷。太傅何出此言？望城大捷是长公主运筹帷幄。当然了，还有9弟冲锋陷阵。不过本官也不敢居功。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，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。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，便是有望接手了。谢大人，好算计。太傅糊涂了，9弟的禁军统领是陛下亲封的，怎可随意离开皇城？再者说了，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？对别人或许不易，但是对谢大人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毕竟你那9弟能调动苍木寨山匪为他助战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，自己与那群苍木寨的山匪，在这魏家村的渊源。太傅，有些话说出口，可就是。我与先帝萧景年少相识，曾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一生的挚友。萧景说要做明君，我便许诺为他守江山。朔漠集结5万骑兵，云中守将请求增援，让我去。你说什么？云州乃边境要害，不容有失。可我怎能刚登基，就把你派去最危险的地方？正因为你是新君，才更需要一场胜利。卓楚灵任魏将军，统领边军，即日赴任云中郡。那一日，他将代表权力的龙吟宝剑递到我手中，可再利的剑，也斩不断宿命。我步入云中的第一站，便遇见了他。男人小儿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朔漠女将军阿兰若英，后来在荒丘，我又见到她为战死的亲军落泪，我才知道，朔漠女罗刹心中不止杀伐。楚将军深夜独行，未带亲卫，就不怕我取你首级祭旗？我今夜前来，不是跟你争吵的，我是想和你聊聊。你我有什么可聊的？止歌。止歌。我独自去见他，送他母亲给我的玉佩，上刻“止歌”2字。他迟疑后，终究接下，并回赠我一只朔漠的骨哨。他说，他愿拼死一试。然他迟疑劝和换来的，却是朔漠王要斩他于2军阵前。我只能将他带回大楚。我告诉他，若朔漠的鹰没有了方向，那便做到不败的花吧。从此世上没有了阿兰若英，只有我的妻子木棉后。直到楚都的圣旨传来，我的君王要我亲手了断自己的誓言。他说，去母留子是为我的前程，也是为了楚氏全族。你又做什么？